近日，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他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将力争在5月底前完成削减1万亿美元政府支出的目标，届时他也会辞去政府效率部的职务。此言一出，有关马斯克提前辞去政府效率部职务的消息再次登上国际新闻头条。不过，虽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但实际上白宫一开始聘请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任职就是有任期的。按照规定，马斯克作为特别政府雇员，1年服务时长不得超过130天。而从1月20号入职算起，马斯克的预计离职日期就是5月30号，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提前辞职。而在众多媒体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来了解这个充满争议而又特别别开生面的政府效率部，它到底是什么，又究竟能干什么？从成立以来究竟获得了多少成绩？而未来这个部门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大家好，我是大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美国的效率部。要说政府效率部的成立，就不得不提到埃隆·马斯克。这位全球首富早期的政治倾向其实是偏左的，但近年来他的政治偏向却发生了显著位移。2019至2022年间，马斯克经历的多重危机成为其意识形态转向的催化剂。新冠大流行期间，特斯拉加州工厂的强制停工令，以及与跨性别女儿薇薇安·詹娜·威尔逊的公开决裂，使得这位科技巨头非常愤怒，并使其与民主党彻底决裂。所以当特朗普提出将企业税率从 21% 降至 15% 的竞选纲领时，马斯克立即在 X 平台发文支持，并称这才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良方。其麾下企业更是斥资 2.59 亿美元资助美国优先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额相当于2020年全美所有科技公司政治捐款总额的 43%。 而在这位首富的大力支持下，特朗普也成功斩获总统宝座。随着大选的胜利，特朗普组阁的进程开始了。首先提拔有军队服役背景的皮特·海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强硬派的汤姆·霍曼被选出来负责美国的边境事务，竞选团队经理苏西·威尔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而擅长裁员提升效率的马斯克则担起了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重任。政府效率部虽然听着很像一个政府机构，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由国会批准、拥有完整编制和法定预算的联邦行政机构。事实上，这个所谓的部其实只是特朗普政府下的一个临时顾问委员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编外机构。它诞生于2025年1月20号，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官方名称虽然带有部的字样，但实际上政府效率部是借助行政命令突破国会批准这一程序限制的一种临时性试点式的部门。特朗普绕开了冗长的立法流程，以宪法第2条第1款为授权依据。根据该条款，总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设立新部门或调整现有行政结构，以满足实际管理需求，直接拍板成立了政府效率部。正因如此，如维韦克·拉米斯瓦米在被解除合伙领导职务前所暗示的那样，这个部门有着临时、过渡、实验3层含义。换句话说，政府效率部并不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铁腕机关，而更像是特朗普政府在改革官僚体制过程中打出的一张临时告示牌，展现特朗普政府想要改变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决心。政府效率部全称是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简称 DOGE， 和马斯克的狗狗币名称相同。它既不像是国防部那样手握重兵，也不像财政部掌管钱袋子，它的使命只有一个，用硅谷思维给美国政府动手术。按照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说法， DOGE 要像当年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样伟大，用私营企业的闪电战改革联邦机构。所以 DOGE 的口号是每天砍掉30亿美元开支，让美国再次高效。而对于这一部门的构思，则是源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上世纪提出的小政府大自由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其对自由市场的捍卫闻名，他坚信政府的作用应该被限制在基本职能之内，例如维护法律和国家安全，其余领域应该让市场自行调节。在上个世纪，弗里德曼就认为美国的许多联邦机构已经过度扩张，不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导致资源浪费。而到了21世纪，这一现象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2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 1.83 万亿美元，
为历史第3高，全年债务的净利息支出约8820亿美元，利息支出成本相当于美国 GDP 的 3.06%， 是1996年以来最高。政府效率部的成立目标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正因如此，政府效率部的成员也多为 SpaceX、Tesla、xAI、Neuralink 等前沿科技公司，且未曾有过联邦政府工作经验的程序员，他们年龄最小仅19岁，普遍擅长编程而非政治。他们不领工资，完全靠改变世界的热情驱动自己。DOGE 是特朗普和马斯克联手打造的联邦政府优化外挂，目标是让美国官僚体系跑得像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一样快。特朗普给予 DOGE 的权力也非常大，他不仅能调查数十个联邦部门，还能直接裁员、停拨资金，甚至访问敏感数据库。马斯克给 DOGE 定的 KPI 是每年砍掉1万亿美元联邦开支，相当于美国年度预算的 15%。 具体执行下来，主要使用的3板斧大法、裁员大法。马斯克计划将联邦机构从428个砍到99个，同时进行大规模裁员，裁员率高达 77%。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效率部推出了一系列裁员措施。据报道，通过向部分官员提供买断离职的诱惑，试图使得那些不作为的工作人员主动离开，从而达到机构瘦身的效果。不过，这项措施引发了不少争议，毕竟大规模裁员听起来让人既担心也觉得有点高压，预算狙击，专盯浪费大户。马斯克曾在多个场合号召，联邦政府中存在着成千上万个不必要的合同和拨款，如同肥肉堆积的官僚机构。对各部门的开支进行体检，就有可能找到那些不实用或过时的项目，进而砍掉它们。比如美国政府国际开发署，作为仅1年公开预算就是高达500亿美金以上的吞金大户，从1万人砍到了300人。教育部等高开支的部门预算也被极限压缩。AI 监工就像马斯克在特斯拉和 SpaceX 中所展示的那种高效、精益求精的作风，政府效率部试图将类似的思维方式引入到联邦政府的管理中，比如空中交通管制、教育部数据审查，试图用科技手段替代低效率的人工流程，以提高效率并降低腐败风险，以及用大数据扫描政府合同，还成功揪出1300美元一个的军用咖啡杯的离谱开支。而在负责管理美国政府人力资源机构后， DOGE 在社保部门的数据库里发现了将近2000万名超100岁老人，这些老人中甚至有人的年龄比美国建国的历史还要长，甚至还有6000万人在冒领社保的情况。政府效率部自2025年1月成立以来，便引起了各界关注，也让不少媒体和专家对其成绩进行了各种解读。据多家报道，政府效率部在刚刚成立时就斩获颇丰，首席多元化官员执行委员会的官网成为首个被斩草除根的目标。除此之外，还执行了数千次联邦裁员，超3万名联邦员工被解雇，其他5万名雇员接受了买断离职计划，还在短时间内取消了一系列联邦合同的拨款项目。按照政府效率部自身的估算，他们每天为联邦政府削减10亿美元的开支，主要削减开支的方向存在于国防支出、既有开支中的不合理项目以及联邦政府裁员。在乐观情况下，分别将于2025年分别带来661亿、3650亿和242亿美元的支出削减。不过，政府效率部虽然战绩斐然，却也因为过于激进，引发了一系列内部地震。在政府效率部高喊着要砍掉无用之人、精简政府的同时，其内部人员对这种激进做法并不买账。仅在成立不到1个月内，就有21名技术人员联合递交辞职信，明确表示不愿意用自己的技术来破坏关键公共服务和泄露敏感数据。对部分政府部门进行数字体检被反对。马斯克团队通过人工智能软件对教育部、国防部、财政部等机构的敏感数据进行整合和审查，力图找出不合理或冗余的支出。尽管这一数字治理想法颇受科技圈赞赏，但因涉及广泛敏感数据，也引来了多方法律和隐私方面的质疑。有人指出，这种全景监控式的做法不仅会损害联邦雇员的隐私，更可能触碰宪法权利分红的红线。马斯克本人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特斯拉市值也因为改革动荡蒸发了2000亿。民主党人也不断攻击政府效率部门，是马斯克的朋友圈顾问群。由于政府效率部的设立没有经过国会正式批准，其权力范围始终受到国会审批程序的限制，
其改革举措能否落地，更多受到国会派别中风向的影响。而作为一个政治化极高的机构，政府效率部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党派斗争之中。回顾里根总统时期的格雷斯委员会和克林顿总统的国家绩效审查，可以看出国会的支持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政府预算的复杂性，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使得任何削减措施都可能引发社会反弹。不过马斯克本人对联邦政府改革依然充满信心，深信美国最高法院判例将为其改革保驾护航。他在联邦政府改革纲领中直言不讳，凭借明确的选举授权和最高法院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优势，政府效率部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他的想法也是有原因的。在2022年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中，最高法院以6-3裁定环保署无权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下制定重塑国家电网的碳排放政策，确立了重大问题主义。该原则要求涉及重大社会经济影响的政策不需要依赖行政机构对模糊法条的宽泛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在2021年柯林斯诉耶伦案中裁定总统对联邦机构责任人的免职权不受国会过度限制，强化了行政分支对官僚体系的人事控制。结合1992年富兰克林诉马萨诸塞州案对行政程序法豁免的判例，马斯克认为总统可通过行政令直接调整公务员规则，例如强制要求远程办公人员返岗或裁员，而无需受制于冗长的程序审查。政府效率部像一场政治与科技的极限挑战，马斯克用创业公司的打法，特朗普用总统权力开绿灯，想要在18个月内完成一场政府瘦身。尽管争议不断，但他至少捅破了美国官僚系统的脓包，让纳税人看到钱去哪儿了。未来无论成功与否，这场实验都将为全球政府改革提供一份硅谷式的参考答案。好了，政府效率部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